大家好，我是自挖大师，我在温哥华。温哥华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特别多，凡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就应该有条唐人街。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温哥华的唐人街，看看和你们心中想的是不是一个样子啊？大家好，我是自挖大师，现在我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大家可以看。我后边那个就是中华文化中心，这是唐人街最热闹的地方了。我往外走一下看一看，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牌楼。好，我们到里边再看一看啊。这就是文化中心的后面有一个公园。今天可能下雨的原因，人比较少。这儿还有一个雕塑，是孙中山先生的雕塑。身后的公园就叫中山公园。好，我们也到公园里看一看。公园虽然不大，但是有一个小池塘，还有一个小亭楼，很有点中国园林的味道。温哥华唐人街呢，在市中心，占地很大，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大概是占了5个街区啊。不像多伦多唐人街，多伦多唐人街呢，就是斯普丹纳和丹达斯2条街，这个地方它是若干个街区组成，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叫它中国城，不是唐人街。好，下面我们继续走一走，来看看唐人街啊。现在我们走在唐人街的大道上，大家看，很多中华文化的因素在这儿啊，算盘。温哥华唐人街是世界上第2大唐人街，第1大唐人街大家知道是哪儿吗？不是纽约唐人街，也不是多伦多的，是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说一下加拿大华人的历史啊，温哥华华人最早呢，其实也是从美国过来，100多年前，他们来到加拿大 BC 省这边参加淘金，淘到金子挣到钱了。他们就开始在温哥华这个地方盖楼建房，安家立业。所以温哥华唐人街1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加拿大华人在历史上给这个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其中呢就包括修建太平洋铁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修这条铁路死了很多华工，为了纪念他们，在唐人街专门修建了这么一个纪念碑。今天我到唐人街来，其实也还为了参加一个当地的一个活动，叫温哥华唐人街节。在这儿搭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这个活动是今天和明天2天。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带有中华文化因素的这种文艺表演，还有其他各族裔的人也来一起到这庆祝这个节日。中国武术表演，这个很有意思。这是练习大家用筷子把那个玻璃球夹出来。哦，这个老外挺厉害，这个老头这个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成功了就发1块糖，老头很 happy。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这个巨大的麻将阵。这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懂他们怎么玩的。
这个节日的活动呢，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这种棚子，里边有各种信息啊，还有卖一些纪念品呐，吸引了很多人。我们看看这个啊，都是一些木质的小工艺品。孩子们可以做手工的，唐人街之宝，中文学校。中文学校不光是华人的孩子们要到这读书，很多老外把他们的子女也送到这中文学校要学习中文呐。这个地方呢，中国的文房四宝，谁都可以在这儿露一手。哎，这个西人大妈，看看她的作品。哎呦，大妈有一笔刷子，不是随便画的，看样是啊。我们再走近看一看，画的是个美女。看样大妈在家练过，有些基础。好，我们离开这个会场，再往前带大家转一转这个唐人街啊。大家看这个建筑，这个建筑不一般呐。这个被吉尼斯世界大全呐，被评为世界上最窄小的店铺。大家看，1913年盖的楼。这个楼盖的时候呢，就是扁扁的，临街这一面呢都是商铺，但是每个商铺啊非常窄小，里边才不到1米的宽度，所以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窄小的店铺。我们拉近了看一看啊，这个现在被一些保险公司在占用了。你看里边很窄，就坐着一个人，然后因为他不需要摆什么东西啊，所以保险公司做这个还比较合适。再往前走，来到这么一个牌楼，这个叫千禧门，这是公元2000年修建的这么一个门。在这之前呢，还没这么个建筑，大家都觉得这么著名的温哥华唐人街怎么能没一个入口有个大牌楼门呢？所以大家集资，政府给了些补贴，就建了这么一个千禧门。我们看看唐人街这些老的建筑啊，100多年前盖这么3层楼，那肯定是有钱人呐。临溪荷塘，这都是老一代侨民他们这些社团组织啊。现在这个楼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也是一个很老的建筑，我们拉近了看一看啊。1925年，陈颖川也是一个老华侨他们的一个会所啊。中国洪门民治党，这些老侨团们现在仍然健在，仍然在经常搞一些庆祝活动或者集会。这些老建筑呢，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让我们可以想象中100多年前温哥华唐人街是个什么样子。为了保留温哥华这些传统的特色呀，温哥华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也做了很多努力。例如，他们对这个街的建筑啊，他们有很多规定，比方说你自己想装修可以，你内部怎么改都没关系，但是它的外围你是不能动的，要保持它的原样。现在温哥华唐人街呢，已经成了温哥华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旅行团到温哥华来，都要到唐人街来看一看。这个是骑自行车的一个旅游团啊，导游正在给他们介绍温哥华唐人街的一些特色。但是最近几十年来，温哥华的唐人街
却逐渐走向衰落，人气儿越来越低，很多店铺都已经倒闭、关门，甚至在拍卖。这个现象最近几十年来越来越严重，很萧条啊！大家看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造成唐人街现在逐渐走向衰落呢？大家看这个样子，有人说这条街附近有太多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啊，像他们这样露宿街头，确实那边有很多这种人。但是如果就是说由于他们使得这个地方没人来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勉强。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华人这种经营方式。这个附近呢，居住的仍然是这些老侨民们，他们做生意呢，现在还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时代的发展的需要了。现在人们购物更愿意去那种大规模的超市，门口有大的停车场，而且去一次超市可以把很多东西都买全了。这种小规模的小本的单一的经营就不太适合目前的人们的购物习惯了。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现在最近几十年呢，大量的新移民来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是居住在这个区或者附近，而都住在外围地区。住在这个地区的往往都是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的老侨民们，他们习惯这种生活，他们到这儿购物来。新移民们往往都在城市的外围，在近郊区，很少到这儿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儿停车也太费劲了，所以我本人都很少到这个地方来购物。这些原因我觉得是导致唐人街这些生意越来越冷淡的一个主要原因。最近一些年，很多民间团体包括市政府都设法努力想重振温哥华唐人街，包括成立一个委员会叫重振华埠委员会，好像是这个名字啊。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努力。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历史就是历史，时代是在前进的，我们要向前看。好，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点赞并转发，谢谢。